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。这一集来讲问题指甲处理的案例。那么这一集的重点会放在指甲歪斜上面。来进图片，指甲歪斜这个例子呢，除了讲指甲歪斜形状变好之外，我们还要讲它的指缘的变化。它指缘从不好，透过长期保湿变得很漂亮。口说无凭，来看一下它整个变化。最左边是第一周啊，一路变到最右边第45周，哇，我进步好多，没有错，这就是努力的结果。我们今天不会把重点放在每一周的改变。如果各位想要知道详细的状况的话，其实我写过文章，荧幕上面的网址或者是下面的说明栏都可以找得到连接，往里面点了解它矫正的细节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今天想要谈的，那就是形状的改变。你宝贝问题指甲专门店，进主题之前一定要业配。你宝贝是解决指甲问题困扰的专门店，我们是 Peggy 去温哥华研修指甲回来，2008年创立至今，专攻问题指甲的处理，目前已经服务超过5000位客户了，是您问题指甲处理的第一选择。嘿嘿，男生的指甲也可以很漂亮。刚刚前面我没有讲它是男生的指甲，现在来看一下它45周后的状况。哇，它其实这双手是男生的指甲。我们社会大众里面对于漂亮的指甲是有一定的标准的，基本上就是甲面整齐、指肉修长，然后甲面也很干净。基本上指甲和人的身高体重也是有点类似的，基因决定了大多数的状况。你长得很高就是很高了，可是后天努力可以稍微的改善。其实像亚瑟比较矮只有170，可是如果说我可以瘦到只有60的话，那看起来也会瘦瘦长长的。好，来看到这一双男生的手，基本上这双手它天生的甲床就很长，父母亲给的非常好。来看一下它甲床的宽度，如果是1的话，1的话，它甲床的长度是2，有发现吗？1:2。这是很漂亮的事情。那因为他是男生，所以有时候不会再继续往前努力了。那如果今天是个女孩子的手的话，获得这样子的手的时候，还可以再努力一点点。最长也许可以把她的甲床比拉到2.5左右因为这是天生就漂亮的手会拥有的比例当然了，可是有些人就比例没这么好，像我就是属于1:1的比例。那怎么办？那没关系，还是可以稍微拉长一点点，看起来不要那么的不好看。就好比说天生比较矮的亚瑟，如果只有60公斤的话，看起来也会变得很纤细很多，也感觉上我好像高一点点。指甲变差的原因，我们看到画面上面左边，哇，他一开始第1周指甲很不好的双手，他从小就有抠咬指甲的习惯。他的工作呢是机电相关的业务工作，所以实际上他是不太需要去做苦力之类的，但是有时候需要搬运重的机器或是搬运重物，所以工作的时候偶尔会触碰到油污，触碰到化学原料，然后也需要去把它们洗掉。因为工作的关系而让皮肤变得很差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他第1周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他的时候的双手。这双手后天严重破坏，非常严重。另外呢，他的皮肤有脱皮干裂的状况，指甲本身也超短而且变形。那我们看一下一开始的甲床，他的甲床宽是1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的甲床长也是1，短的指甲甲型1:1，因为它天生条件好，所以可以让它变得更漂亮，非常多。但如果天生条件没有这么好，也可以变漂亮一点点。那这个例子呢，当然属于这个甲床外露、甲床内陷的例子，我们这边就不再多解释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我们拍过影片、写过文章，在右上角跟下面的说明栏里面都可以找到连结，往里面点。指缘变化超大，通常来讲，皮肤的问题导致了问题指甲，所以说指缘母体如果发炎不健康的时候呢，就容易长出容易断而且不健康的指甲。另外，指肉肿胀也会改变甲型，
就是指甲下面那个肉如果肿肿的硬硬的话，它也会长期的把指甲形状越推越奇怪。抠咬硬剪也会进而变成抠咬指甲，咬了硬剪就难免会把指甲一起咬，这是串在一起的咯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拇指状况。第一点，一开始当然是母体发炎，母体发炎之后就长出容易断的指甲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皮肤状况不好，就会撕咬硬剪，而进而变成撕咬指甲，最后导致指缘不健康，然后指甲也不健康。它是相辅相成一脉的恶性循环，无限的延续下去。如何让它做到45周之后指缘改变超大呢？最重要的就是日常保湿要做得好。所谓日常保湿做得好，指缘健康没烦恼。那我会建议外用膏适量涂抹1天10次，手部深层保养偶尔可以来加强一下，恢复指缘皮肤应该有的状况。我们让大家看一下45周的大拇指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时候 slogan 来，日常保湿做得好，指缘健康没烦恼。这个例子如何让它指缘很厉害的？当然是使用了我们的万用膏。他非常认真的在涂万用膏，每一次来都花掉1瓶以上，是非常认真的孩子啊。那万用膏的内容在右上角的连结跟下面说明栏都有，可以往里面看。另外，刚刚提到了手部深层保养，为什么要提这个？那是因为这个 case 它为了让手部的状况进步更快，所以它几乎每隔1-2次就会做一次手部深层保养，好去加速这个硬茧，把它弄掉，消除它的硬茧，让它吸收能够更好。如果想要知道什么是手部深层保养的话，右上角的连结跟下面的说明栏一样的连结，往里面点咯。改变指甲状况，改变指甲的形状通常是需要外力的协助的，因为新生指甲的方向跟形状，它是沿着旧的指甲的样子而往前长的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在做调整型人造指甲的时候，除了保护真假之外，我们也会长期的去微调指甲的形状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对比图，左边是第1周，右边是第45周。45周呢，它除了皮肤改善之外呢，它指甲也进步的非常多。另外，我们刚才看过了第1周到第45周它整个演进的过程。如果你想更详细的知道问题指甲处理的步骤跟方法的话呢，我们右上角的连结跟下面的说明栏也一样有连结，点进去深入的了解。指甲变绿色，这个例子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小插曲，那就是它的指甲变成绿色了。指甲变绿色是什么？那就是绿脓杆菌感染，俗称指甲发霉或绿指甲。那绿脓杆菌基本上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细菌，滋生之后会分泌出绿色或黄褐色的颜色来，那个色素吃到指甲里面去，指甲看起来就变成绿色的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大拇指变绿色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第一大原因是因为它的人造指甲分离了，所以说它中间大面积就空的，会有大面积的缝隙。这个时候呢，脏污就卡了进去，跑进去里面，成为绿脓杆菌的温床。之后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当然是把它卸掉，把那个人造指甲卸掉，并且清理干净，让它的困扰能够消失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1周的时候，因为它的绿脓杆菌变生很多之后才来找我们，所以稍微晚了一点点。如果前期尽快处理的话，那么可以到完全看不见。可是这一次，因为它来的稍微晚了一点点，所以颜色还有点纤维的残留。各位看一下11周，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微微的绿色卡在指甲表面。如果各位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绿脓杆菌感染的问题，可以点我们的右上方的连结或说明栏里面都有连结，往里面点进去看。指缘皮肤与指甲的关系，皮肤与指甲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。指缘皮肤的健康就影响了指甲，而健康的指甲也需要健康的母体，而且修长的甲面也需要指肉能够滋润，这样才可以贴合上去。整体而言，漂亮的甲型是依赖着健康的指缘的。以上所有东西听起来很复杂，总合成一句，那就是
皮肤保湿做得好，才能维持指甲的漂亮。这个例子我们特别强调了，男生的指甲也可以很漂亮，尤其是天生甲型好、甲床比例好的男生呢，也需要认真的靠后天的维持跟保护，这样子才可以变漂亮。不过，即使你天生指甲不好看，靠着后天的保湿跟问题指甲的加强处理，其实也可以让不好看的指甲变好看一点点，至少要让它变健康吧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一开始的状况，左边是第一周45周之后变成右边的样子，大拇指也是左边第一周45周后变右边的样子，非常的厉害呢。看完对比，今天的这一集就到这边就要结束了。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讨论的东西，欢迎你留言在影片的下面。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